李道酒后冒犯了公主，被发配至边塞死囚野，结果他意外觉醒了杀敌报属性系统，从此杀人便可无限变强。至此，大前少了一个纨绔伯爵，多了一个屠戮无数的人凶。长谷镇之行过程中，魏云率领威武营的残余人马，压着心头沉重的失落，艰难地返回。下马之后，他立即吩咐刘府长清点人数，刘能依命开始清点。片刻后，刘能向魏云汇报：大统领，此次出发800人，现存536人。魏云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，又损失了200多位兄弟吗？刘能低头附耳道：是的，若非9527出手，我们可能连任务都无法完成。魏云点头，随即命令安排抚恤金加倍送给失去弟兄的家人。处理完事务后，魏云走到李道身前，诚挚地道谢。李道谦虚地回答说：各取所需。魏云继续表示感激，并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玄铁刀赠予李道，因为这把刀在关键时刻救了不少兄弟。突然，一名大前士兵匆匆赶来，向魏云禀报后方有紧急任务。魏云接过信函，阅读后脸色骤变，怒道：大胆！士兵探寻缘由，魏云只得透露任务涉及塔木部落派出使节商议和亲事宜的问题。在主帐中，魏云向众人说明情况，表示可能提前安排第3次任务。李道等人好奇询问任务细节，魏云坦言与手中信函相关，说明大王子率队前来商议和亲一事。听到关于朝廷丑闻的传闻，李道心中不由一紧。魏云继续透露，传言皇室内部一位公主在宴会上遭到了侵犯。这一震撼消息使得军帐内氛围紧张，李道无意中将手中的酒杯弄碎，但迅速恢复平静。沈三则对传闻充满兴趣，对此大胆行径感到赞叹。沈三继续问及公主身份的细节。明月公主，魏云压低声音，小心翼翼地说出来。沈三闻言惊呼，但被魏云立即捂住了嘴，生怕他的声音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沈三挣开魏云的手，怒气冲冲地表示要为明月公主报仇。李道则纳闷地询问沈三与此事有何关系。沈三强调这关系非同小可，因为明月公主是大前第一美人，他心目中的梦中情人。他坚信这是无耻之徒的诬陷。李道无言以对，只好苦笑。他没想到明月公主竟然有如此高的地位，这让他不禁回想起了她那惊艳的容颜。他不得不承认，明月公主的美丽确实无与伦比。然而，他很快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件事上，即魏云提到的与塔木部落的关联。魏云解释说，塔木部落的大王子对明月公主有意，而此事恰好为一些人提供了机会，他们可以借此掩盖皇室内部的丑闻。李道问及任务，魏云明确表示，任务是阻止塔木部落大王子进入大前国境，以防止与亲事件发生。他还提到消息来自锦衣卫，这说明任务的重要性。李道心知这是皇帝的秘密命令，因此不能轻视。沈三对此非常上心，表示绝不允许一个蛮子染指自己心目中的女神。李道苦笑，心想，难道这就是明月公主的魅力？他又想到，如果沈三知道自己就是明月公主清白的破坏者，会作何感想？魏云说明，由于任务特殊，他们在边塞的人不能出手，只能由李道等5人去执行任务。5人站在一起，他们明白拦截塔木大王子的行动不是他们能单凭5个人完成的。塔木大王子的地位高于洛云3王子，他的护卫长至少也是先天武者，与之对抗是不可能的。魏云告诉他们，他们的任务是辅助锦衣卫，一支强大的队伍。这消息让在场的人有些惊讶，尤其是沈三，他曾被锦衣卫抓到过。但面对着帮助梦中情人和对抗仇人的两难选择，他最终选择了暂时放弃仇恨。而李道则意识到大前皇帝已经决定阻止塔木大王子入境，这让他认可了这个行动。1天后，他们在军帐内准备出发。李道检查着自己的手掌，被半部先天武者击伤的伤口已经愈合成一层焦黑的血痂。尽管他能斩杀半部先天武者，但面对先天境的武者，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。他决定继续提升自己的体魄，打开面板进行加点。一股熟悉的热流在他体内流动，提升他的体魄。李道能感觉到皮肤变得更加坚韧，抗性更强。提升完成后，他体魄已经是普通人的40倍，这意味着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、机动性、耐力和反应力。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人形兵器，一个拥有强大防御力的绞肉机。1天转瞬即逝，当李道一行5人进入主军帐，他们被魏云引荐了2位穿着特殊服装、佩刀的人，清一色的锦衣卫。李道作为曾经的帝都伯爵，一眼就认出了他们。你们来了。魏云对他们介绍，这2位是此次任务的辅助。其中一名锦衣卫看着李道一行，皱起眉头质疑道：这些就是你挑选的人？你是在糊弄我们，还是在糊弄陛下？魏云有些为难，因为他认识这5人，但对外人来说，他们的衣着看起来有些破旧。他辩解道：请放心，他们有能力完成任务。我们来试试。锦衣卫话音刚落，一刀劈向李道右耳。李道虽然是先天武者，但并未动弹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寒光，右手猛地抓住锦衣卫的刀身。锦衣卫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刀背里道一只手牢牢控制住。天生神力！锦衣卫感叹道。李道点头，很厉害。锦衣卫赞叹。任务细节被魏云交代完毕，
他们的目标是塔木部落大王子带来的宝物，只要夺取宝物，大王子就会放弃和亲计划。任务的性质是阻拦而非截杀。为什么要拖到入冬？沈三问道。因为塔木部落缺粮过冬，入冬后他们将不再有动机。李道解释。锦衣卫对李道的见识感到惊讶，但也感到有些可惜。你们这些人才若在边塞军营，或许更有用。魏云尴尬一笑，没有接话。毕竟他不能透露这5人的真实身份。魏云面带微笑，询问锦衣卫为何如此急迫。高亮便直截了当地解释道：任务的紧迫性源于任务的特殊性，如果不迅速行动，他们将面临更大的麻烦。魏云对此并不太放心，他问道：这么着急，难道出了什么大事吗？孙正淡淡一笑，回答道：如果不是为了处理一些我们无法涉足的事物，我们这次也不会亲自出马，而是交由更高层的指挥官处理。魏云闻言，神色微变。指挥官这个词让他心头一紧。指挥使是锦衣卫中的最高头衔，而且是3品官员，修为至少达到宗师境界。如果真让指挥使出面，这任务的性质就远比表面看起来的要严重得多。魏云对面前的2名锦衣卫的实力心存敬畏，明白自己在这个局面下无法大意。7人很快上了马，骑行向着目的地。魏云和李道交换了一些寒暄，了解到2名锦衣卫的姓名：高亮和孙正。在告别之际，魏云向2位锦衣卫表示了顺利完成任务的祝福。一行人迅速离开，7匹马在平原上飞驰而去，留下了一片尘土飞扬。他们很快来到一处山谷，孙正指着地图说：“这是塔木部落通往大前国的必经之路。”他安排沈三负责侦查目标位置，其他人则在山谷内等待。沈三虽然心中不甘，但为了自由身，只能默默接受了。李道则开始与高亮和孙正闲聊：“听说你们来自帝都，出身锦衣卫，想必对那边的事情了解颇多吧？”高亮笑了笑：“看来你对帝都的事情还挺好奇的。”孙正则突然插话道：“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问我们？”李道点了点头：“好几年没回去了，对帝都发生的变化还挺好奇的。”高亮突然笑道：“好奇心正常啊，听说你这次任务和明月公主有关，应该对帝都的消息格外关注吧？”李道有些惊讶：“你们怎么知道？”孙正笑着解释道：“这些事情已经传遍大街小巷了，我们这种锦衣卫的也难免会听到一些风声。”李道便问起了明月公主遭遇的事情，他对那位贵族伯爵的下场特别感兴趣。高亮直言道：“你问对人了，这件事情我们可是了解得很清楚。”他接着低声补充道：“据我所知，那位伯爵并没有被关进天牢，而是在那晚被秘密处决了。”孙正担心这样的话传出去，这话别随便说，毕竟是涉及到皇家机密的。高亮耸耸肩，这事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，谁不知道皇帝对明月公主是何等宠爱？2名锦衣卫告诉了李道关于明月公主遭遇的种种细节，包括那位伯爵被处决后府邸遭到的报复和贵族的排挤。李道听了，心中不由感到愤怒。虽然他对皇帝也有怨言，但看到安远伯府受到如此待遇，心中也是十分不忍。那2位知道是谁在针对安远伯府吗？李道问道。孙正说道：“很多人都有这个动机，但最狠的还要数宰相府。”高亮补充道：“没错，宰相府的大公子对明月公主有着特别的情感，所以他们对安远伯府的打击最为严重。”李道心中一动，想起了曾经和宰相府大公子之间的恩怨，心情更加沉重了。夜色笼罩，宁静的营地只有李道独自坐在篝火旁守夜。他的心绪不宁，回想着白天与2位锦衣卫的交流，重新拿回户籍成了他心头最重要的事情。安远伯府的情况更是牵动着他的心弦。另外，他心存歉意，希望有机会向只见过一面的明月公主道个歉，毕竟事件的始末都是他所导致的。李道等人在山谷中埋伏已久，等待着塔木部落的车队出现。当中午时分，沈三气喘吁吁地赶回来报告，发现了，塔木部落的车队出现了，应该就是那位大王子。孙正和高亮2位锦衣卫立即做好准备，身上散发出凌厉的气息。高亮严肃地提醒众人任务重要性，不容有失。与此同时，一支红色的车队正在山谷中缓缓行进。车队中一名骑着白马的青年对身边的中年男子不耐地说：“为了一个女子，何必如此隆重？”中年男子却坚持认为明月公主的地位至高无上，必须慎重对待。青年则不以为然，认为失去清白的公主不值得如此礼遇。车队缓缓前行，而山谷中李道等人早已埋伏在此。孙正看到了车队中被护卫的2人，判断其中1位应为塔木大王子，而后面的马车中可能隐藏着重要宝物。他决定制造混乱，偷取宝物，但强调不能伤害塔木大王子。分工之后，沈三率领另外3人准备偷取宝物，而李道则与孙正和高亮一起制造混乱。孙正一声令下，李道和徐虎将巨石推下山坡，引发了车队的慌乱。同时，高亮带领人马冲向车队，车队中的人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四处奔逃，护卫们立即警戒起来。塔木大王子被吓了一跳，连忙向旁边的刘师求助。刘师安抚他说不会有事，并迅速发现了埋伏在山坡上的刺客。在山坡之巅，一场生死搏斗悄然展开。
孙正与高亮等人面对着一位威势不凡的中年男子，这人周身弥漫的真气让他们心头一沉。一个共同的词汇在他们脑海中浮现：先天武者。高亮毫不犹豫地迎上前去，他是锦衣卫的一员，同时也是先天武者，这样的身份令他绝不示弱。然而，当他与中年男子的掌力相交之时，一股刺骨的寒气袭来，凝结的冰霜迅速覆盖了他的手掌，让他不由得倒退。寒冰掌！高亮心中一惊，随即意识到对手的可怕之处。而中年男子即刘岩冷笑着承认了他的猜测。在一旁的孙正等人也纷纷赶来，见状，孙正认出了刘岩的身份，他曾是天山派的叛徒，15年前在边塞制造了无数血案，被誉为血魔赵东岩。刘岩对孙正的认知有些意外，但他并不介意，反而玩味地询问他们的身份。在孙正的解释下，众人了解了刘岩的过去，以及他是天山派的叛徒，而且拥有着先天武者的实力。孙正和高亮合力对抗刘岩，但显然他们处于下风。李道则靠近高亮，拿出一瓶药液，原来这药液竟然是一种能吸收寒气的虫子。李道将虫子倒在高亮受伤的手上，虫子们开始发蓝，吸收了寒气，使得高亮的手伤迅速恢复。在另一处，孙正渐渐感到力不从心，他与刘岩的实力相差甚远，更受制于对方的寒冰掌。刘岩眼见孙正节节败退，不失时机的用言语挑衅：“如果你只有这点实力，留在这里送死吧。”孙正沉默不语，无言以对。他深知与血魔的差距，血魔早在15年前就已踏入先天境，而他则是最近几年才突破，实力上自然不及。继续交锋只会削弱他的信心。去死吧！刘岩压制着孙正，寒冰掌绝技发挥的淋漓尽致，最终找到机会，一掌拍向孙正。贼子休想！突然，高亮杀出，手持长刀直奔刘岩而来。刘岩为之一愣，临危转身回防。三人错身而过，刘岩惊讶地发现高亮居然能迅速化解他的寒冰真气，不由得露出措手不及之色。孙正也吃惊不小，他原以为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高亮没有理会刘岩的惊讶，径直对孙正道：“我们一起上。”好。孙正坚定地点头。刘岩虽然对寒冰掌有着自信，但面对孙正和高亮默契的配合，他陷入了苦战。虽然他凭借实力和寒冰掌仍占优势，但两人默契配合，令他难以立于不败之地。就在此时，李道察觉到车队附近的动静，他看见车队混乱，塔木大王子急忙命令护卫队阻止袭击。李道的目光落在塔木大王子身上，想到若是能擒住他，或许能威胁血魔。他毫不犹豫地向护卫队冲去。护卫们警惕地发现李道的突袭，立即应对。李道与护卫展开激战，他毫不畏惧，巧妙地应对着护卫们的攻击。5名护卫对李道发动了联合攻击，然而李道丝毫不为所动，他以雷霆之势反击，一刀将4人击倒。系统提示着他击败敌人，获得属性。李道的一刀虽然被对方刀和铠甲挡住，但那股力道却是彻底释放了。4000斤的力量结合先前的高速挥刀，凝聚成了至少8000斤的巨力，狠狠地落在那名护卫身上。表面上看起来他毫发无损，然而实际上巨大的力量已经让他的内脏无法承受，即便是修行者也难逃此厄运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系统的提示音就响起，宣告着敌人的阵亡。塔木大王子原以为自己的护卫可以轻易解决对方，却没想到结果是5名护卫被斩杀。面对李道逐步靠近的身影，他急忙下令护卫们上前。这次10名护卫同时杀向李道，然而几分钟后，这10名护卫如同之前的5人一样，化为了李道面前的数字。塔木大王子无法坐视不理，眼见局势日益危急，急忙向远处高声呼喊：“刘师救我！”在另一处，孙正和高亮节节败退，而血魔刘岩越战越兴奋。他仿佛已经看到了2人在他的寒冰掌下化为冰雕的景象，而孙正和高亮则是陷入苦战之中，寒冰掌的凛冽气息令他们难以自持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呼喊打破了战场的紧张氛围：“刘师救我！”刘岩顿时变色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人挺身而出，不断逼近塔木大王子，周围是倒在地上的护卫尸体。剩余的护卫们试图拦截，却无济于事。刘岩明白，若不赶快支援，塔木大王子恐怕就会落入敌人手中。卑鄙！刘岩咒骂着。孙正和高亮也意识到了刘岩的动向，心中暗自焦虑。你也有脸谈卑鄙？当初你背叛师门，拜入塔木部落时，怎么不这么想？高亮嘲讽道。你！刘岩愤怒地瞪着2人，但眼下他也需顾及塔木大王子的安危。他急速转身向塔木大王子所在地冲去。孙正和高亮尚未松口气，却见刘岩突然脸色一变，他去支援大王子了。高亮惊呼：“小心，我们的处境更加危险了！”与此同时，李道正在与一群护卫激战，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他回头一看，刘岩已经向他袭来。就是你搅局！李道怒不可遏，挥刀迎击。然而，刘岩凝聚的寒冰掌轻易挡住了他的攻击，让李道陷入被动。刘岩再度施展，寒气凝聚成冰霜，覆盖了李道的手臂，让他动作变得迟缓。给我死吧！刘岩冷笑着。就在此时，2道人影突袭刘岩，迫使他躲避攻击。你没事吧？
高亮焦急地询问着李道，看到他整条手臂被冰霜笼罩，脸色难看。别抱幻想了，他已经无法挽救。刘岩冷笑道。高亮不甘示弱地反驳：“你才是无法挽救，我刚才都恢复了。”刘岩冷冷一笑：“你只是手掌，他却是整条手臂，而且你能抵抗我的寒冰真气，但他却无法。”李道冷笑着看向李道，目光中透着不屑与嘲讽。李道面对他的眼神毫不退缩，只是微微一笑，淡然地道出自己没有真气的事实。孙正听了李道的回答，不禁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望着他。高亮看着被冰霜覆盖的手臂，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李道确实没有真气，那么他们的处境将会更加困难。刘岩见状，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：“哈哈，一个没有真气的人，还想与我争锋？可笑！”孙正和高亮面面相觑，心中都涌起一股无力感和苦涩。等死！刘岩继续嘲讽道。然而，就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，李道忽然开口了：“等死？等什么死？”李道微微一笑：“可是我的胸口并不凉啊。”刘岩冷笑道：“你装吧，你手臂上的冰霜难道不是我的寒冰真气凝结而成的吗？”李道抬起左手臂，身体微微一抖，手臂上的冰霜瞬间裂开，露出一条完好无损的手臂。刘岩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完全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“怎么可能？”刘岩愕然地问道。李道淡然地回答道：“事实就是如此。”这一幕让孙正和高亮都目瞪口呆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一切。“你真的没有真气？”高亮疑惑地问道。然而李道却摇了摇头：“不是你说的天生神力吗？”高亮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哪有天生神力是你这样的？”孙正忽然问道：“你能顶住他的寒冰真气吗？”李道思索片刻后回答道：“应该可以，只要不是长时间。”孙正眼前一亮：“那就好。”高亮也跟着点头：“我们3个联手，应该没问题。”刘岩见状，心中顿时有了不妙之感。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普通人物，而是一群难以对付的对手。经过短暂的思考，他决定撤退。他赶紧飞身来到塔木大王子身边，试图保护他离开战场。塔木大王子见状，心中不禁有些不安。他知道，如果继续留在这里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于是，他决定离开战场，回到塔木部落去。刘岩果断下令全体撤退，保护塔木大王子返回部落。护卫们纷纷应命，护卫着塔木大王子离开战场。沈三带着老鬼等人飞奔来，喘着气说道：“老大，老大，他们人怎么都跑了？”李道皱了皱眉头，轻轻拍去身上残留的冰霜，沉声说道：“跑了？我们的任务。”他的目光扫过被抛弃的马车，东西还在这里，先找找。孙正突然出声道：“不用找了。”众人疑惑地看向他。他们逃回塔木部落，任务算是完成了。李道心中了然，但随即又问道：“如果他们重新集结后再来找我们呢？”高亮笑道：“那就是另外一桩任务了，与我们无关。”李道心中暗自苦笑，无论在哪个世界，逃避麻烦似乎都是一种普遍的行为。既然对方选择了逃避，那就更好了，他们也省了一场麻烦。答应魏云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下一步就是享受自由了。半个时辰后，他们将劫掠得来的货物埋藏起来，毕竟7个人带着这些东西走路并不现实。任务完成，我们也该告辞了。孙正和高亮向李道抱拳告别。就这样走了吗？不回去长谷镇向魏统领汇报一声？没必要，我们只需向陛下负责。好吧，一路顺风。高亮拍了拍李道的肩膀：“你帮了我们大忙，改天回帝都，我们请你喝酒。”李道笑着点了点头。不久之后，两人离开，只剩下李道和其他5人。李道环顾四周，看着满地的残骸，淡淡的说道：“接下来就回去交任务，换取自由身吧。”众人回到长谷镇，李道举目所见皆是破败残破，人们流离失所。突然，一支箭矢划破空气，李道反应迅速，一抓之下将箭截获。紧接着，一群狼狈不堪的大前士兵从隐蔽处冲了出来，刘府长刘能在其中。经过一番慌乱，李道认出了刘能，止住了随行士兵的攻击。刘能苦涩地向李道述说了长谷镇的被袭情况，以及魏云的莫测行踪。面对如此惨状，李道心头也沉重不已。接着，他们一行人走进了长谷镇，目睹了满目疮痍的景象。李道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，其中也有落云部落的尸体，显然这次的袭击是他们所为。在追问刘能关于魏云的情况时，李道得知魏云在战事不利时，一个人引着落云部落剩余的人跑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个消息让李道心中更是焦虑。李道面色立刻沉了下来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目光如刀般锐利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直接质问道：“你们确定魏统领是朝着哪个方向逃走的？”沈三略感困惑地摇了摇头：“老大，这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应该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吧？”李道沉声说道：“不管他是死是活，我都要亲眼见到。”沈三闻言顿时嘟囔道：“这未免也太严格了吧？”老鬼不客气地打断他：“小子，如果魏云挂了，你还指望谁来给你解套？”这一提醒让沈三一下子清醒了过来。对，如果魏云没了，
那我岂不是白费了这么多心思？是魏云答应过你的条件吗？没他，你还算什么？老鬼直言不讳地说道。沈三听罢，顿时焦急地望向刘能，快点说，魏云往哪个方向逃了？刘能见状也不敢耽搁，他朝那边逃了。沈三急忙催促，老大，我们得赶快追过去，不能让魏云那家伙死在外面。李道一挥手，上马道，你们留在这里，我一个人去追。沈三欲言又止，但李道已经抽鞭冲向了远方指定的方向。在另一处，李道骑马离开了长谷镇，专注地追随地面的痕迹。很快，他发现了一处可能是落云部落留下的痕迹，于是径直沿着这些痕迹继续前行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的一个临时营地里有一个木质的牢笼，里面关着一个身上镣铐紧扣的人，这个人便是魏云，而这个营地正是落云部落的营地。一名落云部落的人走到牢笼前，将一瓢冷水泼向了魏云，冷声质问说：“是不是你们大前的人杀了我们部落的三王子？”魏云不屑地吐了口唾沫：“放屁！我们大前和你们部落的三王子有什么关系？”落云部落的人愤怒地拿起一壶滚烫的开水，直接泼向了魏云。热水落在他身上，魏云脸色痛苦，但仍强忍着疼痛，不肯示弱。突然，一个人站了出来，他就是落云部落的金华，也是领头人之一。金华走到魏云面前，笑着说道：“我们并不确定我们三王子的死与你们大前有关系，但现在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你承认三王子的死是你们大前所为，这样我们就会放你自由，甚至考虑让你加入我们伟大的落云部落。”魏云皱了皱眉：“你们是落云部落的叛前分子。”在北蛮地区，落云部落被认为是中立部落，但实际上内部存在反前派别，他们倾向于与大前交战，以获取更多资源。魏云明白对方的企图，但即使是三王子真的被他所害，他也绝不会屈服。金华不耐烦地催促着，魏云默默闭上眼睛，拒绝回答。于是金华命令将他暴晒，魏云被绑在杆上，被烈日曝晒。他闭上眼，内心默默向9527道歉，唯一遗憾的是未能实现承诺。时间流逝，烈日下魏云感到浑身干燥，视线开始模糊，却看见远处有身影靠近。他苦笑自语，视为垂死幻觉，咬舌刺激自己以清醒。然而身影愈来愈近，伴随着马蹄声，魏云意识到这并非幻觉。李道靠近营地，发现魏云未死，松了口气。这边落云部落的人立刻察觉到了他的存在，一个士兵大喊：“报！有陌生人靠近！”随着这声呼喊，营地内的士兵们立即在空地上迅速集结，包括2名先天武者在内。9527，别管我，这里有2名先天武者。魏云挂在旗杆上的声音沙哑的响起，连忙警告着。在他看来，有2名先天武者守在营地，李道根本不可能救出他，甚至可能自己也会丧命。李道听到魏云的话，目光立刻投向最前面的2个人影，2名先天武者。李道没有犹豫，第一时间打开系统面板。他虽然没能在与塔木大王子的战斗中击败血魔流言，但至少杀死了那些高级护卫，为他提供了不菲的属性。不知道50倍常人的体魄够不够用？李道心中犹豫了一下，但既然已经追到这里，他决定试一试。一股熟悉的热流瞬间遍布全身，沸腾的气血让他的战意也沸腾起来，就像是注入了兴奋剂一般。他毫不犹豫，快马加鞭，直接冲向落云部落的人。面对他的冲锋，2名先天武者露出冷笑，下令道：“给我上，杀了他！”杀！一群士兵纷纷朝着李道冲来，他们毫无畏惧。然而在李道看来，这些士兵就像是群羊冲向老虎，虽然表现得要将老虎撑死。一瞬间，数十名士兵被他撞飞，周围士兵的长刀也朝他砍来。面对周围无数刀锋，李道并没有躲避，而是选择了直面。数不清的刀锋砍在他身上，撕开了衣服，但却未伤及他的皮肤。这一幕让周围的士兵们愣住了，然而他们已经来不及反应。李道毫不犹豫地钻入人群，厮杀起来。不过在不远处的金华和金沙眼中，这只是在找死。魏云自语道：“把这么好一个天生将才丢到死囚，不感觉可惜吗？”战场上的杀戮不曾停歇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落云部落的士兵们逐渐感到绝望。他们发现自己的攻击对眼前的敌人毫无效果，刀锋劈砍在对方身上，竟如刺入水中一般无济于事。而反过来，对方的每一次挥刀都意味着士兵们生命的丧失。渐渐的，无人愿意轻易靠近这个令人胆寒的敌人。然而，更让他们绝望的是，由于后方士兵无法看清前方情况，不断的向前挤压，导致一些不愿意拼命的士兵也无法后退。他们被迫投入战斗，即便明知前方已经无法抵挡，但也只能迎上去与敌人拼杀。一名士兵挤到了李道面前，却在一刀之下倒下了。其他士兵才意识到，刚刚那个士兵一直阻挡他们的原因。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心生绝望，却又不得不继续战斗。毕竟李道已经彻底陷入了疯狂的杀戮之中。虽然他不是万军中的一员，但在这场战斗中，他几乎无人可挡。普通士兵面对他，只有等待死亡的命运。这正是体魄强大之人的优势所在。李道挥舞着手中的刀，每一次击杀都让他感到一股满足感。他的耐力远超常人，简单的挥刀并不会消耗太多精力，反而随着杀戮，
他的斗志更加高涨。属性栏中的数字不断增长，每一个杀敌都意味着更多的奖励。突然，一个特殊的提示音吸引了他的注意，连续100人斩的奖励属性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李道惊讶地发现，原来系统还有这样的奖励机制。虽然每次奖励并不多，但频繁出现的奖励足以激发他更加疯狂的杀戮欲望。就在此时，金华等人远远观察着战场，脸色渐变。战斗持续的时间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，士兵们的惨叫声令人心悸。金华决定亲自前去查看，但当他亲眼见到战场上的场景时，愤怒充斥心头。他手下的士兵在血海中挣扎，而一名身影在其中肆意屠戮。混蛋！金华怒不可遏，一声怒吼，冲向了战场。所有人都撤离！他下令道，不顾一切的想要将士兵们从这场杀戮中拯救出来。然而，李道并不打算就此罢手，他面对着来袭的先天武者，决心全力以赴。他意识到自己的属性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，毫不犹豫地请求系统加点。随着属性的增加，每游走1分，他的体魄就会加强一些。短时间内，他的整个皮肤都出现一抹泛起的红色，甚至于呼吸之间都可见一股淡淡的白色气息从他鼻子中涌出。这时，李道心中的杀机汹涌澎湃，身体也随之一阵狂热。对方的先天武者越来越近，李道不禁开始评估自己的实力。这个标准就在眼前了。杀！他压低声音，手中的玄铁刀猛地挥舞，朝金华冲去。而金华则想着如何将眼前的对手抓住，然后慢慢折磨致死。突然，他听到一声怒吼，看到对方直冲而来。找死！这是金华给眼前之人打上的标签。在他看来，对方最多也就是一个奇怪的后天武者，根本不是对手。金华单手成爪，一道锐利的真气在指尖凝聚。面对迎面而来的刀锋，他灵巧地躲过，同时抓住了李道的手臂。李道眉头一挑，惊讶地看着金华。从对手的动作来看，他显然是一个擅长徒手战斗的先天武者。先废你一只手！金华露出自信的笑容，真气爆发，他狠狠一抓，衣袖破裂，鲜血飞溅。然而，金华愕然地发现伤害竟然如此微弱，他眼中闪过愤怒，再次出手，但这次他用尽全力，结果仍然不尽人意。李道淡笑着，先天武者用的尽是女人的招数。他低头看着手臂上的伤痕，露出一丝不屑。伤口眨眼间结痂，完全复原。金华眼角抽搐，他的神鹰爪被形容成女人的招式，让他心头火起。接下来的交手中，金华再次落在李道手臂上，用尽全力一抓。然而，真气被血肉皮肤阻挡，几乎无法伤害到他。金华气愤填膺，但更是惊讶于对方的身体素质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金华发出怒吼。李道冷笑道：有血有肉，难道不是人吗？他毫不犹豫地向金华出手，利用自己超凡的体魄和恢复力，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击。无名异刀！李道的玄铁刀直奔金华的脖颈，金华闪躲，但刀锋仍然划破他的衣服。他意识到对方并未运用真气，心中生出疑虑，难不成这是纯蛮力？金华开始怀疑人生。周围的士兵也惊讶地发现，他们的统领竟然处于下风。在金华和李道的激战中，金华不断躲避着李道的猛烈攻击，李道每一刀都快速而准确，令金华无法轻易躲避。他不得不断在攻击中腾挪，每一次躲避都让他心头冷汗涔涔。金华原本想耗尽对手的体力，却发现对方似乎毫无疲倦之意，而他自己的真气却已见底。他只能大声呼喊求助，但金沙却只是置身事外，嘲讽他在玩。李道的攻击越来越犀利，他几乎可以预测到金华的一举一动。每一次交手后，他在脑海中模拟金华的动作，找到最合适的进攻时机。终于，他在一个闪电般的瞬间发现了金华的弱点，一刀刺向了他的咽喉，将他生生击杀。金华倒地后，周围的气氛变得一片寂静。落云士兵们开始后退，惊恐地望着李道。他们的统领已经战败，他们再无意义地继续战斗。金沙也感到震惊，他曾以为金华在玩，却没想到他竟会被命悬一线的战斗所困扰。他思考着要不要报仇，但最终选择了要走，等待实力变强再回来。李道正准备追击剩下的先天武者时，却看到对方突然逃跑。他们发出撤退的命令，落云士兵们像是被释放了一般，迅速离开战场。他们只剩下一个目标，那就是追随另一名统领。李道猝不及防，眼前的情景让他错愕不已。他原本以为会有一群人冲上前来，与那位先天武者拼命为他报仇，但现在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。人群竟然选择了逃跑，这与他的预想完全不同。李道怀疑是自己反应迟钝，还是对方的速度太快了。等他回过神来，最后一名落云士兵已经骑马冲出了100米之外。魏云轻轻摇了摇头，眼中闪过一抹感慨。这一刻，他依然无法完全从李道斩杀先天武者的惊讶中回神，感受到旗杆被人抬起又放下，他才逐渐回过神来。李道看着魏云的表情，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询问：“魏统领，没事吧？”魏云摇了摇头，回答道：“没事，对方并没有下死手。他深知落云部落的人抓他，并非要置他于死地，
而是为了逼迫他承认自己是杀害洛云三王子的罪人。因此，虽然看起来颓废不堪，但实际上只是真气耗竭，加上一些外伤而已。对于他们这些边塞将领来说，这样的伤势只能算作轻伤。李道放下刀，冷漠地看着他：“能骑马吗？”魏云嘴角一撇，戏谑地回答：“你信不信，如果洛云部落的人回来了，我还能再杀上一番？”说着话，他不由得动了下身体，结果扯到了伤口，顿时疼得他龇牙咧嘴。李道白了他一眼：“能骑马就自己骑，我并不想和一个男人共乘一匹马。”魏云无奈地耸了耸肩，说的好像我愿意和男人共乘马似的。李道淡淡的回答：“谁又知道呢？”在长谷镇内，老鬼的医术得到了众人的感激，许多士兵因为他的治疗而获得了生机，甚至有些断臂的士兵也被接回了性命。刘副长忍不住惊叹：“老鬼，你真是个医术高超的人才！”一阵阵马蹄声响彻长谷镇的废墟，众人的心情如坐针毡，等待着究竟是敌人还是救兵的到来。突然，两道身影骑着马从破碎的大门处闪现而来，一道是李道，另一道则是魏云，带着凛然之势。刘能惊喜地从地上坐起，其他士兵们也激动地想要站起来，即便是站不起来的，也被旁边的队友搀扶起来。魏云眺望着自己的部下们，心中暗自长叹，然后勉强笑道：“大家都平安就好。”众人的心情逐渐平复，但魏云的提醒却让他们更为警觉。为了防止再度遭受袭击，魏云将威武营残余的部队迁至长谷镇东侧的另一处无人古镇。经过1个月的艰苦建设，新的古镇已经焕然一新，并更名为长平镇，以祈求长久平安。然而，当魏云提出这个名字时，9527的脸色却有些古怪。虽然魏云不明所以，但也没多做纠结。在长平镇的一处营帐内，李道等人聚在一起商议。小疯子躺在床上，老鬼则检查着他的脉搏。老鬼皱眉道：“情况不容乐观，小疯子的病得回到大前南部群山之中的古族才能治愈。”徐虎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去，而沈三却心生疑虑：“这魏云还未兑现诺言，1个月了，我们的自由身呢？”这时，帐篷被掀开，魏云走了进来，手上拿着户籍登记册，引得沈三和众人的目光齐聚。沈三愣住了，嘴里不禁轻声道：“你手上拿的是？”魏云微笑着：“户籍登记册。”沈三瞪大了眼睛：“真的？”李道见状也站了出来，催促魏云兑现承诺。经过1个月的等待，他也有些不耐烦了。李道心中一阵欣喜，终于迎来了他期待已久的一刻。他站起身来，走向桌前，将手中的册子轻轻放下，一页页翻动，上面记录着人们的户籍信息，一幕幕过往历历在目。魏云示意众人开始登记户籍，轮到谁先说，李道毫不犹豫地迈出了第一步。李道坐定，深吸一口气，表情严肃。从死囚到重新有户籍，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重生。他心中充满了期待和不安，毕竟他的身份比较特殊，一旦有闪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魏云提醒众人户籍要改，李道点了点头，这是他早已经考虑过的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为了自己的安全，必须要完全与之前的身份划清界限。几人依次登记完毕，沈三最后一位坐定，毫不客气地将自己的信息交给魏云。登记完成后，沈三迫不及待地询问离开的时间，魏云提醒还需等待牙牌制作，才能在大前各地自由出入。3天后，营帐内，魏云将5枚牙牌分别交给5人，象征着他们正式告别死囚身份。李道握着牙牌，感受着这份自由的重量，心中的压力一扫而空。魏云走到李道身旁，露出一抹笑容，表示理解和祝福。李道心中感激，这段经历将永远铭刻在心中。魏云提出加入军营的建议，李道思考片刻后表示愿意考虑，但需要先回家一趟。第2天，长平镇外，李道等5人准备离开。李道目光扫视着身边的伙伴们：“好了，我们得赶紧动身了，别出什么意外。”众人默默点头，心知这次任务的紧迫性。小疯子虽然被炼制成蛊童，但其身上的蛊毒已经成了不可避免的威胁。老鬼决定亲自带着他前往南部群山寻求解救之法，而徐虎因无家可归，加上与小疯子的深厚感情，决定全程保护他们。沈三则打算把他们送至目的地后，继续自己的江湖生涯，于是分道扬镳。沈三带着伙伴们马不停蹄的启程，远去的背影逐渐消失在平原上。李道目送着他们的身影，自语道：“也该是我走的时候了。”说罢，他策马北上，不久后消失在平原的尽头。与此同时，在长平镇的城墙上，2名身穿铠甲的士兵站在一起。大统领9527的离去，可惜啊！刘能望着远处的李道，感慨道：“并不可惜。”魏云望着前方，微笑着说：“因为他迟早会回来。他不适合江湖，适合战场。”刘能回忆起李道在战场上的英勇模样，说道：“他若真投入战场，我们大前将多出1员大将。”魏云拍了拍刘能的肩膀，轻笑着说：“只要我们头上的刀不落，其他的就不用管了。”刘能哈哈一笑，说得对。2天后，玉门镇烈日炎炎之下，1人1马缓缓靠近守门关卡处。李道停下步子，从怀中取出牙牌递了过去。守门小将接过牙牌，仔细查看一番，又上下打量了一眼风尘仆仆的李道，询问道：“从何而来？到哪里去？”长谷镇来，
去往帝都。守门小将问道：“可否认识魏统领？”李道将手放在腰间，顿时士兵们警惕起来，拔出腰间长刀。李道没有停下，很快将腰间玄铁刀拿出。不知大人可否认识这玄铁刀？守门小将抬手制止士兵们的动作，接过玄铁刀打量了一番，当看见某处标记后，眼前一亮，原来真是魏统领的人，失礼失礼。守门小将态度大变，客气地将玄铁刀递了回来。李道问道：“魏云和你说过？”守门小将笑道：“他告诉我，他的一位友人会在此入关，让我等帮衬帮衬。看样子应该就是这位公子你了。那他让你们怎么帮衬我？”李道问：“公子可是要去往帝都？”“是。公子不知，这东部边塞距离帝都很远，一般人很难独自一路沿途抵达帝都，所以一般玉门镇的人都是组团一同去往帝都。我等也没本事送公子去帝都，但却可以帮助公子推荐一个合适的团队。”李道点了点头：“那就麻烦你了。”说完，他从怀中掏出1枚10两重的银子丢了过去。“公子，你这就太客气了，你可是魏统领的朋友。”守门小将接过银子，露出苦笑：“不必客气，魏云是魏云，我是我，有问题让他找我，这些钱就当给兄弟们买酒喝了。”李道随口说道。守门小将也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只能抱拳道：“公子放心，我们一定把您安排的妥当。”在守门小将的带领下，李道牵着马很快进入玉门镇内。进入玉门镇后，李道才发现，相比于外观，玉门镇内部明显比之外面繁华许多。沿途一路上到处都是地毯和叫卖的商人，各种酒肆楼台样样都有。守门小将解释道：“这些都是往来的商人，边塞虽然偏僻，但对于各国来往的商人却是赚钱的地方。大多数商人不想走得太远，就会在这里直接批发货物。渐渐的，这里也就繁荣起来。不过公子，你别看他们很热情，但无商不奸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这些人都是跑得最快的。”不久后，守门小将带着李道来到一处客栈内，站在门外，李道一眼就看见客栈上面的牌匾，想不到这里也有铁家的产业。对于铁家，李道有所了解，并且除了财富，铁家的权力在大前也非同小可。在铁家每一代都会有女子嫁入皇室，与大前皇室联姻，并且其地位都不低，所以铁家也一直都是皇亲国戚。也正是因此，所以铁家才能一直不为大前皇室所忌惮，反而一直还有扶持的迹象。两人走进客栈，迎面来的是一股清新的木香，烛火微弱，映着店内风尘仆仆的人群。守门小将与李道来到柜台，向店小二询问大型团队前往帝都的情况。店小二略一迟疑，随即引来一位身穿华服的掌柜出来迎接。掌柜称呼守门小将为赵老弟，询问何事。守门小将直截了当地提出需求，要求安排一人进入帝都的大型团队中。掌柜回想起自家团队的安排，谨慎地表达了对入团条件的严格。守门小将并不客气地表示信任，并承诺人情。掌柜犹豫片刻，最终答应安排。守门小将安抚李道，表示安排已妥。守门小将告辞离去，将李道留在客栈。掌柜热情款待，安排李道住宿，并表示明日即可启程。店小二领着李道进入一间房间，询问需求。李道留意到自己的衣着，掏出银子，请求热水、饭菜和新衣服。店小二领银子欣然接受，承诺妥善安排。过了一炷香的时间，李道享受着热水澡的舒适。他褪去破旧衣物，展现出锻炼有素的身体，体魄虽未在增长，但已足够完美。他感慨着长谷镇的水资源与玉门镇相比显得稀缺，洗浴对他而言是难得的享受，心中已略有对未来的思索。第二天清晨，店小二前来通知李道团队即将出发。李道和店小二重新见到了掌柜，掌柜见到他们后露出了热情的笑容，带领李道去集合点的路上，问及他腰间的刀是否有修为傍身。李道迟疑了一下，询问其意图。掌柜解释说，他要加入的是铁家的车队，需要一个身份。如果没有修为，他会被安排成马夫；而如果有修为，可以成为护卫。掌柜还保证了车队的安全，称大前境内没有几个敢挑衅铁家车队的。李道考虑了一下，决定成为护卫。他意识到，虽然没有修为，但自己的身体素质也足够强悍。掌柜同意了他的选择。不久，他们看到了整齐的车队。这个车队规模庞大，有上百辆马车，其中大多装载货物，少部分是人乘坐的，还有不少押送人员。掌柜引以为傲地介绍说，这是铁家的车队，只有他们才能组织如此庞大的队伍。接着，掌柜将李道带到了车队中间，找到了负责押送的小队长。他们商定好后，掌柜告诉李道跟着车队走，到了帝都就可以离开了。李道表示感谢，掌柜则说这都是人情。然而，他们没有察觉到，不远处的一辆豪华马车外，一个身穿碧色长裙的小姑娘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。碧衣姑娘冷哼一声，扯开马车的帘子，一步跨入车厢。她盘坐下来，俏脸上满是不满，怒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那些人越来越过分了，什么人都往我们车队里挤。”马车内的女主人身着淡金色长裙，青丝如墨，容貌如白玉雕琢，眼眸如点漆，绝美无双。她面带微笑，望向贴身丫鬟：“尤儿，边境驻守艰辛，他们也不容易，不必过于计较。”
尤儿似乎察觉到女主人心中有事，小声问：“小姐，您是不是担心自己的婚事？”尤儿调皮一笑：“我觉得小姐您完全不必担心。”女主人疑惑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尤儿自然地回答：“您和明月公主的关系那么好，而明月公主又备受陛下宠爱，您可以求助明月公主解除婚约啊。”女主人愣了愣，伸手抚摸尤儿的头，没有多言。如果事情真能如此解决，那就太好了。李道跟随护卫小队长来到一辆装载货物的马车旁，等车队出发，你就跟着这辆车走。护卫小队长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李道点头。喂。这时，一个甜美的声音在两人耳边响起。两人转头，见一个容貌清丽可爱的少女站在一旁。护卫小队长连忙问：“尤儿姑娘，有什么事吗？”碧尤儿看了一眼李道，表情一愣，随即转头问道：“小姐让我问你们车队准备好了没有？”护卫小队长连忙回答：“准备好了，我们随时可以出发。小姐请放心。”“那就好，若有问题，小姐会追究责任的。”碧尤儿说完，继续走向下一个车队。路过李道时，他脸色突然一红，快步走过，让李道感到疑惑。刚才他仿佛感觉到少女身上透着一丝敌意，但很快又变成了羞怒。他是否认识她？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李道向护卫小队长询问：“请问这次车队的领队是铁家的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我是刚从边境来到玉门镇，这就没什么奇怪的。”护卫小队长指了指一辆豪华马车：“你看见那辆车了吗？”“看见了，那里面坐着铁家的三小姐，铁三娘。”“铁三娘？”李道露出惊讶之色，这个名字在帝都可是家喻户晓。铁三娘天赋异禀，在商业上颇有建树，但她最出名的还是她的美貌，与明月公主并称为帝都两大绝美。尽管之前与铁三娘并无交集，但听到她的名字，李道还是感到意外。车队很快就要出发了，李道坐在押送货物的马车上，充当起了临时护卫。玉门镇与帝都相距遥远，车队前行缓慢，时常需要休息。7天过去了，路途仅行至一半，锣鼓声响起，马车停下，李道跃下车来活动筋骨。身后一道碧色身影缓步而来。李道皱眉，这小姑娘每次都要视察车队，路过她身旁还要轻哼。虽然他没见过这位姑娘，但他知道她是铁三娘的贴身丫鬟碧尤儿。碧尤儿再度轻哼，李道忍不住问她为何如此。碧尤儿指向帮助李道加入车队的护卫小队长，暗示他走后门加入车队。李道无语，但他不愿惹事，于是自责道：“我的问题，你说怎么办吧？”碧尤儿犹豫片刻，提出让李道讲故事偿还车费。